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一位获得日本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海归，回国后不但没有去一流企业任职，反而在偏僻的郊外开启了超市。一个把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的商业精英，却从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一个出身于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男子，去了一趟日本后，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故事的男主人公名为姚斌，1968年出生在中国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之所以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报效国家。毕竟有个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父亲，还是能够给儿子的前途开荒辟野。但是对于做教师的母亲来说，她则希望儿子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姚斌的父亲退休后，开了一家连锁药房，在北京一带非常的有名气。作为家中的独子，姚斌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压力，当然也有普通家庭无法匹及的动力。权衡一番后，姚斌最终还是选择了商场，而不是父亲希望的战场。1991年，姚斌大学毕业后，没有按父亲的要求从军，而是远赴日本福冈大学留学。同去的还有相恋多年的女友娄飞雪，两人同时在福冈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本科。而不同于普通家庭的留学生，姚斌从来就不用为学费和生活费的发愁，这点钱对他来说就是塞牙缝的零花钱。不过姚斌也不像某些混日子的富二代，他在学业上确实非常的优秀。留学期间几次获得了福冈大学的奖学金，优秀的成绩、英俊的外表、幽默的性格，让姚斌在学校里非常有女人缘。不怕富二代开法拉利，就怕富二代比你还努力。5年后的1996年，在两家人的见证下，姚斌和女友娄飞雪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学毕业后的1997年，妻子娄飞雪回到了国内工作，在一家跨国企业担任高管。临别那天，姚斌依依不舍地把妻子送上了飞机。刚开始只有泪水和不舍，可一回到公寓后，他就感到无比的落寞。此前有善解人意的妻子照顾自己，姚斌并没有如此的感觉，但妻子这一走，无边无际的寂寞就像一张网缠绕着他。为了消除寂寞，姚斌开始在当地一家酒吧当服务生。姚斌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有趣的灵魂，结实的肉体，帅气的脸蛋，男人看得流泪，女人看得下跪。其实对姚斌来说，他很清楚男人是不可能一直吃素的，他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加上妻子已经回国，所以自己需要一个红颜知己，以弥补自己灵魂和身体上的空虚。很快，一个叫宫原文音的女同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宫原文音是典型的日本女孩，外表清秀可人，身材娇小玲珑，性格温婉贤淑，跟美丽大方的妻子完全就是两种味道的女人。对这个来日留学、仪表堂堂、才华出众的酒吧主任，宫原文音也是爱慕不已。自从见了姚斌的第一眼，他就觉得自己的春天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宫原发现姚斌一直是独来独往，好像身边没有别的女人。1997年3月12日，姚斌从福冈大学毕业，准备到香港某银行工作，于是他辞去了酒吧的工作。而临行之前，同事们为他开了送别会。当宫原在姚斌面前羞涩地端起酒杯时，姚斌明白时机已经成熟了。宫原也明白，如果明天这个男人离开福冈去了香港，他可能就再也一去不返，自己也许会后悔一辈子。醉眼迷离间，两个人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早就想说的话。而当晚，姚斌就带着宫原回到了自己公寓。那一晚，原本属于妻子的卧室第一次响起了日本女人的声音。当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姚斌惊讶地发现这是宫原的第一次。从酒吧回来后，两人几乎一直在床上缠绵，连续2天都没有出门。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的宫原根本就没料到姚斌是个已经结婚的男人。而与姚斌新婚不久，远在中国的妻子娄飞雪也全然不知丈夫居然会背叛自己。和宫原缠绵2天后，姚斌依依不舍地在福冈机场与她吻别。姚斌跟她约定，自己到香港工作以后，每周都会飞回日本与她相见，以解相思之苦。就这样，
背着妻子，姚斌在福冈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航班像打的一样来回的穿梭。然而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原以为姚斌是打算1个月回一次日本，可不料他为了情人公园，居然选择回到日本福冈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还继续回到了珠石酒吧兼职，这可把酒吧老板娘高兴了好一阵子。要知道1个姚斌可抵得上10个牛郎。不过公园还是知道了姚斌已经有女友的事情，但姚斌撒谎说自己已经跟他分手了，现在只爱你一个人。公园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从此更加死心塌地，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益明朗化，哪怕是在工作的时间，姚斌都会跟公园挤眉弄眼。很多同事向酒吧老板投诉，这2个人一直在撒狗粮。再后来某一天，姚斌居然趁着老板外出时与公园在客房里亲热，不料直接被老板杀了个回马枪。生气的老板就直接辞掉了公园，而被老板辞退之后，公园就直接搬进了姚斌的公寓，两个人像夫妻一样过起了没羞没臊的日子。而与此同时，姚斌远在国内的妻子娄飞雪一直担心在外求学的丈夫不会照顾自己，为此她还多次委托自己在日本的好友，让他们帮忙到丈夫公寓处理一些家庭事务，但是都被姚斌以不方便为由一口回绝了。有一天傍晚，妻子打电话到姚斌的公寓，但接电话的人却是一个日本女子。妻子很纳闷，马上就用日语质问了对方的身份，不料公园直接说自己是姚斌的女友，这让妻子娄飞雪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她立即拨打了丈夫的手机，犹豫片刻之后，姚斌再撒谎说这女孩是我在日本的研究生同学，我是请她帮我在家里打印论文的。他这个人呢非常喜欢开玩笑，所以你不要信他的话。尽管妻子暂时相信了姚斌的解释，但是她还是隐约觉得丈夫不太对劲，所以就频频打电话查岗，还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公公。公公也多次提醒姚斌，要是实在憋不住，就去外面吃个快餐，千万别带回个长期饭票。可姚斌父亲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儿子比他想象的还要有出息，不但带回了长期饭票，而且还不止一张。而这个人就是姚斌身边的第3个女人张明丽。1997年9月的某天，待在姚斌公寓的公园忽然接到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刚开始说的是中文，后来发现接电话的公园听不懂，就用日文自称是姚斌的女友。姚斌得知后连忙解释说是同事开的玩笑，虽然成功骗过了公园，但此时姚斌心中是既恼火又吃惊，他没料到张明丽真的做到了。根据资料，这个张明丽是公园被辞退后酒吧新招的员工，是个23岁的中国辽宁武顺女孩。张明丽不但人长得福艳娇媚，而且性格开朗，活力四射，有一种野性十足的魅力。张明丽随在日本定居的姐姐刚来日本，她日语说得非常的不好，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麻烦，为此也没少受酒吧老板的训斥，而这一切都被姚斌看在了眼里。姚斌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帮他解围，甚至还把他的过错揽在自己身上。初来乍到的张明丽对姚斌的保护和关照心存感激，慢慢的，这个大他6岁的成熟男人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姚斌见过的女孩其实并不少，但是唯独没有张明丽如此带感。她跟温柔乖巧的公园完全不同，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精灵古怪。同在酒吧工作，两个人在频繁的接触中越走越近，对彼此的心意也不言自明。张明丽知道姚斌在中国有妻子，在日本有女朋友，但他还是对姚斌非常的着迷。姚斌知道张明丽是为了她的男友才来日本的，并且两个人已经在同居。可是这种偷偷摸摸的恋情让他觉得很刺激，他有一种战胜情敌的征服欲，还有成就感。在与张明丽激情燃烧的日子里，姚斌害怕亲人知道公园的存在，又害怕公园知道张明丽的存在。后来他以自己被黑社会缠上为由，要求公园不能再随便接公寓的电话，同时又让张明丽不要到公寓找他。姚斌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自由穿梭在3个女人之间，可意外的事情还是出现了。1997年8月，张明丽的同居男友发现了女友和姚斌的不正当关系，两个人大闹了一场。
张明丽权衡再三之后，就决定跟同居男友分手，转而选择饶斌，并对他说：“我以后就跟定你了。”这让饶斌感觉到压力山大，他知道自己跟张明丽只是一时的激情。张明丽见饶斌总是含糊其辞，便开始要求他和公园分手，不然我就把事情告诉公园。其实饶斌对张明丽的要求和威胁并没太在意，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张明丽是个性格非常倔强的女孩，她要的东西一定会拼了命去争取，甚至是抢。饶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这一次被缠住了，而为了防止张明丽再做出出格的事情，饶斌更多时候只是敷衍还有迁就。而逐渐的，张明丽也不再提公园的事了，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把目标瞄准了正宫娘娘的位置。在遇到姚斌之前，张明丽就经常抱怨天生丽质的自己为什么就出身如此普通。可是认识姚斌以后，她觉得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姚斌软硬件方面都相当的不错，有一个在北京军队高层任职的爸爸，退休后家里还开了连锁药店。姚斌呢，本人也是非常的优秀，在日本呢，他还有几百万元的存款，而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呢，都是非常大的诱惑。他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姚斌这个白马王子，也是能够改变他命运的黑马。张明丽经常向家里人炫耀自己这个百里挑一的男朋友，她觉得这辈子非他不嫁。即使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1997年12月24号是姚斌和公园相恋以来的第一个平安夜，也是公园的28岁生日。而这一天，和原配妻子娄飞雪结婚还没满1年的饶斌，居然向公园提出了求婚。为了证明自己跟张明丽没有什么关系，饶斌就假称自己已经从酒吧辞职了。有一天深夜，饶斌接完妻子娄飞雪的长途电话后，正准备和公园在床上缠绵时，张明丽突然打电话过来，点名要求他过去陪他。姚斌拒绝后，张明丽又不依不挠，要到姚斌的公寓来找他。姚斌连忙劝说张明丽不要来找自己，并且用普通话警告他不要再自找麻烦。听到姚斌在电话里又是支支吾吾，又是呵斥声不断，公园就问他到底是谁打的电话。在得不到饶斌满意的解释后，生性柔弱的公园居然和他直接大吵了一架。饶斌发现自己是越来越没有办法掌控这3个女人了。1998年7月时，他就从酒吧辞职，试图拉开与张明丽的距离。在姚斌从酒吧辞职后不久，张明丽就因为签证到期的缘故，在日本成为了非法滞留人员，还经常遭到警察的盘问。1998年8月初，张明丽就离开了珠石酒吧，来到了一家麻将店打工。在麻将店里，张明丽以俊俏的外貌还有活泼的性格赢得了老板的青睐。她过生日时，老板甚至送了她一块瑞士手表，还有一枚戒指，对她似乎另有情意。而尽管如此，在日本的不合法身份使张明丽不得不考虑返回中国的问题。1999年2月初，张明丽就找到饶斌，告诉他说自己准备回国开一家日本料理店。饶斌问他到哪里去准备那么多钱，但是张明丽说可以先从自己老板那里借200万日元，再向你借100万。饶斌就说300万日元开料理店其实并不现实，而且想从你老板那里借这么多钱，这就更加不可能了。于是就对他说，如果你能够借来200万，那我就给你100万。而听到这个说法，张明丽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做任何的回答。直到1个星期以后，张明丽和饶斌见面时，他就亮出了自己从老板那里借来的200万日元，而到了这里，饶斌就不得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到了2月9号，张明丽就把饶斌约到了家里，说想在临走之前跟他多待一段时间。而当晚2个人彻夜长谈，而这时张明丽才告诉饶斌自己的真名叫做张岩。而一向刚愎自用的饶斌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骗了这么久，同时有些后悔把钱给了这个女人。张明丽表示她的签证已经到期了，加上还有1个星期就过春节，所以准备回国，并想让饶斌陪她自己一起回去。可是饶斌直接就拒绝了。张明丽知道饶斌是不会轻易答应的，所以他就软磨硬泡，哭闹不止。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饶斌却没有做出丝毫的让步。他们一直吵到了第2天的凌晨，而任性的张明丽无法接受饶斌的态度，他只能发出最后通牒：
要是你不跟我一起回去，那我就去你家里闹，去找你老婆，去找你父亲，让你们全家都不得安宁。而早已经被纠缠得不耐烦的饶斌看到张明丽如此无赖，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巴掌，然后摔门离去。离开张明丽后不久，饶斌就突然接到了妻子和父亲的电话，说刚才突然接到了来电显示是日本的电话，可是打电话的女子一直都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哭。饶斌知道这肯定是张明丽在搞的鬼，他非常的生气。几个小时后，张明丽就要求饶斌到机场送她，约他下午4点见面。饶斌非常的高兴，终于能够甩掉这个包袱了。但是他记得这个时间点好像已经没有回国的班机。两个人见面后，在傍晚6点抵达的福冈机场。饶斌记得没错，到了这个时间点，果然没有飞回中国的航班。于是张明丽就提出先去东京，明天再从东京飞回国内，并且取出了信用卡，让饶斌去买2张机票。饶斌觉得有点失心，既然是你自己要回去，为什么要买2张票呢？看到张明丽痴情的眼神，他才明白了一切。他是既无奈又生气，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再次袭来。而吃饭的时候，张明丽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自己呢并不是真的打算一个人走，骗你来呢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回国见见我们双方的父母，意思就是我想让你娶我。而由于距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所以饶斌就带着张明丽到停车场对面的草坪中散步，期间2个人再次爆发了争吵。为了得到饶斌这个男人，张明丽还用回国后就去找他家人为由威胁他。而一时气愤的饶斌在情急之下就掐住了张明丽的脖子，以至于错手杀害了她。而杀了人之后的饶斌就变得非常的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打算马上回国逃避，但是考虑到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毕业，如果现在离开日本，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而况且自己跟张明丽的交往只有几个人知道，所以警方应该不会马上就查到自己。但怀着侥幸的心理，他就决定等领到毕业证之后再回国。而在剩余的日子里，饶斌一直过得非常的不安心。而在中国的妻子娄飞雪也已经掌握了丈夫在日本出国的证据，并且已经告诉了公公。饶斌也多次接到父亲电话，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的几十年老兵，我绝不允许我的儿子娶一个日本女人。况且飞雪这么好的姑娘，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她吗？你这样做还配做一个男人吗？而在一番煎熬和等待之后，时间终于来到了2月底，还有几天饶斌就能研究生毕业。而此时的公园也是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开始准备送给中国未来公婆的礼物。最后饶斌只能撒谎对他说，自己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不久之前有日本秘密组织要求他提供情报，但是被父亲拒绝了。饶斌也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复为由，让公园暂时不要跟他一起回去，等过一段时间再具体看情况。为了让公园相信自己的谎言，饶斌还从张明丽那张存有300万日元的信用卡直接取出了100万交给了公园，说这笔钱是用来为结婚买东西的钱。1999年3月16号，饶斌终于回到了中国。他直到在半个月之后，他在日本的女友公园才知道自己被骗得有多惨。回到家后，饶斌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对亲友也是守口如瓶。他觉得只要自己不说，别人就不知道自己在日本杀了人。饶斌的妻子发现，自从丈夫从国外学生归来之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跟同学聚会聊天，还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也是支支吾吾。直到5月份时，在家里窝了好几个月的饶斌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意外的决定，到北京郊外的怀柔区开超市。家里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市区有那么多就业机会，还有黄金地段，儿子怎么就偏偏要到郊区开超市呢？但是学经济学出身的饶斌就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说服了他们。实际上，饶斌的想法是，一旦在日本杀人的事情败露之后，警方肯定就会先找到自己家里，只要家里人及时给他电话，那他在郊区就能够及时逃跑。在离开之前，饶斌一再嘱咐他的父母还有妻子，只要有日本人或者警察来找他，就要马上通知他。他的这番话把他的父母和妻子说得摸不着头脑。
而在开办超市之后，姚斌就全身心运营着超市，还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超市管理还有经营模式。完善的服务、物美价廉的商品很快让他的超市声名鹊起，但姚斌却一直深居简出，从来不在外界露面。当地一些活动邀请他参加时，都被他拒绝了。很多人都说这家超市的老板是一个神秘人物，肯定有着特殊的背景。回到国内之后，姚斌一直想忘记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然而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2000年夏天，他的妻子在日本的朋友就给他发来了一份传真，是刚出版的《朝日新闻报》。报纸上的一个消息让妻子楼飞雪五雷轰顶，上面说怀疑中国籍男子姚斌在日本涉嫌杀人还有经济诈骗，与张明丽合伙诈骗麻将店老板200万日元。同时这个男子还杀害了张明丽，将她抛尸在福冈机场。原来在1999年年底时，张明丽在日本东京的姐姐就通过报纸上的认识启事到警局证实了她妹妹的身份。其实在作案之后，姚斌知道自己的罪行是瞒不住的。他原本打算潜逃到外地，但是他心存侥幸，觉得日本警方不可能找到中国来。而在2001年3月16号，北京刑警总队就确定了姚斌的下落。4天之后，国际刑警就出现在了姚斌面前。而在所有人无比惊讶的眼光中，姚斌被押上了警车。2003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姚斌死刑，缓刑2年。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杰出青年，却因为儿女情长自毁前程。而在姚斌入狱后，他的妻子很快就跟他离了婚，而姚斌的父母也为他们这个独生子的所作所为痛不欲生。他们以后可能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